各位好，我是胖哥。我手上这台天选4是华硕天选系列中轻量化的高性价比游戏本，有着不错的颜值外观，搭载了13代英特尔酷睿 i9-13900H 处理器以及 RTX 4060的移动版显卡。那今天呢，就让我们来全方位的测试一下。我会把进度条放在置顶评论中，大伙儿可以按需观看。我这台是魔幻青配色 A 面整面青色，正上方为雷克的天选 logo， 底部为镂空设计，可以提升散热效果。从正面可以看到底面的梯形设计，那铰链处呢为机甲方，这些元素整合在一起，彰显青春气息。那鼻面呢是一块15.6寸 2.5K 165赫兹 P3 广色域的电竞屏，那响应频率为3毫秒，并且支持 G-Sync。非常适合对刷新和画质均有要求的用户。用 Test UFO 测试了一下，165赫兹的刷像的确相当顺滑。那 C 面键盘带了数字键，支持 RGB 背光，键程为 1.7 毫米，敲击手感非常软弹。正上方的状态灯分为开始、充电、硬盘和飞行模式。有我喜欢的硬盘读写带，非常的好评。机身左侧为千兆网口 HDMI 2.1、雷电4、Type-C、USB 3.2 Type-A 口和 3.5 的音频口。那右侧呢为锁孔和 USB 3.2 Type-A 口。规格都很高，但其中呢有一个情况比较特殊，它的 Type-C 口是独显提供的，支持 DP 1.4 和 PD 充电，但是它不是雷电口，接我的 Studio Display 屏幕无法点亮，只能用 PD 充电。而雷电4接口是 CPU 提供的，虽然连接 5K 分辨率的 Studio Display 没有问题，但是还得额外接电源线，而且屏幕显示独显是不起作用的。但是有了这个雷电口用来接我的雷电硬盘盒还有雷电网卡相当合适。看到底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进气口，把背板拿掉，看内部结构非常规整的设计特别是硬盘和内存都贴了散热材料，我不知道是否比那种贴纸效果好，但是看起来非常靠谱。那电池为95瓦时，那支持100瓦的 PD 充电。经过我实际测试，在安静模式和谐显示屏幕亮度设为 30% 的情况下，PC Max 10的办公场景续航为12个半小时。那硬盘呢是 1T 的西数 PCIe 4 M2 硬盘。顺序读是 5G， 顺序写是 3.5G。 再看一下其他的指标，在这个档位上也算是中规中矩，日常使用是足够的。并且呢还留了一个 M2 的插槽给用户升级。内存为2根8G 的海力士 DDR5， 频率是4800兆赫兹。有需求的话可以自行更换。最上方的就是我们5热管双分散的散热系统。CPU 压测呢，我用的是 AIDI64， 室温19度。压测跑起来之后可以看到有些核心马上就到了90几度。快到1分钟的时候呢，系统接入开始提高分散转速。这个策略呢很棒，一般情况下高负载也很少能持续1分钟的。然后在30分钟烤机的过程中CPU 的频率稳定在 4.7G， 散热呢十分优秀。更难得的呢是在增强模式下，它的噪音只有55分贝，性能模式下噪音为45分贝。现在大伙儿可能没有什么概念，等一下游戏测试的时候给各位用实际例子讲解。显卡部分呢，直接用 3D Mark Tensor 压测，结果为 99.4%， 非常的稳定。我们现在进行性能测试，先进行理论部分。天选4采用的 i9-13900H 处理器它有6个性能核和8个能效核，是一个能效混合的设计。得益于工艺的升级单核多核性能表现优异。Geekbench 单核分数为1999分，多核为14374分。较上一代我测的那个 12900H 单核提升 20%， 多核提升 40%。Cinebench 单核压测为2057分，多核压测为18809分。跟我之前测的 12900H 对比了，性能升级结果跟 Geekbench 一样的，都是 20% 和 40% 的提升。那么大家可以看到，我在表上还增加了安静模式和性能模式下的跑分。显卡方面，直接拿 3D Mark Tensor Extreme 测试得分为5165分。因为我自己没有测试过 3060， 所以拿了 3D Mark 官方的平均成绩给各位参考。同样的，我增加了安静和性能模式下的评分，大伙儿可以先记住这个分数接下来游戏实测呢可以用来对比。如果没有特殊说明游戏测试均是真彩模式 2K5 的分辨率，然后画质呢均为最高档，并且我是不开启 DLSS 测试的。首先拿了刚公测的暗黑4进行了安静、性能和增强模式下的测试。看 OSD 你能轻易的发现这几个模式本质上就是对 GPU 和 CPU 进行功率控制。安静模式下的功耗为75瓦，平均帧率为80；性能模式下的功率为130瓦，帧率提升到了110。
增强模式下，官方文档中满功耗是140瓦，但是 OSD 显示加起来已经有150瓦了。然而同样的地图帧率反而下降了一些，只有100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？你看细节显卡的功率实际上没有多大的提升，但是 CPU 功率明显有提升，看起来像是 CPU 通了一些显卡性能或者说不够稳定了。我以前玩游戏都是无脑 K 增强模式，现在看来多了一个选择。那视频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提到过，性能模式的噪音是45 dB， 而增强模式的噪音为55 dB。乍看之下，它们的差别好像不是很多，对吧？那这里给大家科普一个知识声压级每增加8到10 dB你感受到的音量就会增加1倍。所以如果你对噪音非常敏感，不妨试试切到性能模式看一下。我们再测一下 FPS 游戏，165赫兹的屏幕在对战类 FPS 游戏中非常重要，绝对有加成。那我这边呢用天命2测试，画质最高的情况下大概有120帧的刷新率，相当不错。那将画质调整为中搓就可以稳定在150赫兹下游戏。说起海盗，这里有个战利品缓存箱，看看里面有些什么。然后我还测试了一下刚出不久的原子之箱，结果也令我满意，有90来帧。大家都喜气洋洋的嘛，像在中国似的。少校同志，你难道去过了？我哪儿没去过呀？那什么，好像中国是没去过。3826号设施离我们的中国盟友也不远呀。我喜欢他们那股劲儿，而且，反正听说是个好地方。此话不假。虽然天选4是游戏本定位，但是不妨碍你偶尔用来剪辑视频或者做一些渲染工作。所以我拿了之前3080 Ti 移动版上测试的 Blender 工程，结果有点出乎意料。之前3080 Ti 移动版中测试的渲染生成时间是7分12秒，而在4060下面它的渲染时间只有4分44秒。因为 Blender 工程呢是我做游戏的朋友给我的，没有其他参考，但那肯定的是4060移动版的性能肯定是比不过3080 Ti 的。那整体看来就是换了一个新平台，它的驱动软件的更新带来了非常大的提升。整轮测试下来，华硕天选4性能十分强劲，而且优秀的散热设计也保证了 13900H 和4060能够稳定的发挥全部实力。难得可贵的是它的噪音还能有效控制。那么7、8千的价位段，这台笔记本提供的硬件和性能都非常实在，非常适合预算不够宽裕，但是想要更好的性能来完成日常学习娱乐的人。OK， 那么今天的测试就到这边。如果对这款笔记本有任何想要了解的细节都可以留言提问，我会尽可能的回复。好，各位拜拜。